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我们再次回到雪士达山的特辑 Part 2。之前呢，说到关于能量点的部分啊，因为每一天的课程的下午都是实地到能量点去走访。除了在之前讲过的冥王洞，后来还有城堡湖 Castle Lake、Gumboot Lake 又是另外一个湖，然后还有 Heart Lake 星湖，然后还有药轮 Medicine Wheel。那个我就没有实地去到，然后还有去到一个离雪士达山稍微远一点，要开车大约2-3个小时的 Crater Lake， 它是全美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然后中间还有一座小岛，很像一条鱼，很美很美很美。我觉得每一天在那边都有很特别的调频，不同的能量点跟不同的可能是精灵，可能是外星人，可能是那边大自然的存有，那就会透过传讯人来传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有什么讯息，有时候只是坐在那个瀑布前面，或是坐在那个湖边，让自己安静下来，或甚至把自己的鞋子脱掉，然后你让自己跟那边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净化。Anyway， 我们在那边有去到一个湖叫 Castle Lake 城堡湖，大家后来就是都有脱鞋子，然后走到湖的里面去踩踩湖的水，然后同团的学员用手机有拍到，就是有一些在湖上面的光点，用眼睛其实看不太到的，可是手机拍就拍到了，是一种精灵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明显。后来我们还把那些影片跟照片就是放大来看，都还可以看到精灵的翅膀。然后因为那个湖那附近真的很多飞碟的目击事件，所以那湖中间有一艘船，其实是那边的飞碟的研究人员他的船，然后他的研究中心也在那个湖的上面这样子，所以那边真的就是有各种不同次元的存有都存在的一个地方，而且在那边你心情就会超级好的，就会有种很缺很缺很缺的感觉。那除了在能量点静心之外呢，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一些疗愈师，然后还有2位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讲者。这个演讲者呢是专门在聊外星人的讯息的讲者，其中一位呢叫做 Laura Eisenhower， 她就是美国艾森豪前总统的曾孙女。那她在美国其实已经是蛮有知名度的一个关于外星人相关的一个研究者，然后也到处在演讲。然后呢，另外一位呢叫做 Brad Olson， 他也是一个旅行家，然后也是一个作者，他写过非常多的旅行书，然后他去过地球上很多很多的圣地，然后探访这些跟古文明啊还有外星文明相关的东西。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就戏称他为巨人老师。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的茶杯是直接放在舞台的顶架上面的，然后拿了就可以来喝咖啡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夸张，因为一般我们大概要这样子才可以够到那个顶架，接近200公分的地方。他也研究了他自己，应该真的是巨人的后代这样子。然后这2个讲者其实带给我们大概有4场的演讲，然后每一场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撼。包含 Laura Eisenhower 就有说到说，因为其实外星人呢，当然也有频率比我们高的，充满爱跟和平的，但是呢，当然也有可能频率比现在的我们更低的，会想要互相争夺的，或者是想要索取我们能量的外星人。那这2边其实同时都会影响我们地球人。那我们要怎么样使自己更靠近爱，然后放下这些对立？ So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in our bodies.Of the 8 and 9D that forms an infinity spiral, which is beyond our 7 chakras, connec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asculine and feminine. We're able to begin to switch these dormant strands on, and in turn that helps with the land and clearing the reversal energies in the land. We need to do this within ourselves.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无限这个8字的这个螺旋，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的第7脉轮以上，还有另外的这个脉轮。这样的第8、第9个脉轮开始慢慢的就是星际意识的脉轮开始觉醒，开始被激活。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when you do this, you begin to galactivate and identify with multiple awarenesses of star intelligences and other identities and lifetimes.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意识，我们就可以了解其他的时间线、其他的宇宙、其他的这些存有，就是我们的意识被拓展了。They want to prevent us from switching that on. 当然，那些坏人不想让我们打开这个能力。And all the programmings are to keep us out of balance so that we don't achieve this. 所以所有的那些编程或者已有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要阻止我们具备这个能力。大家如果有去网络上查资料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
之前有一个传闻是说，美国人很常被外星人绑架，然后去做人体研究。那是谁允许外星人这么做的呢？艾森豪总统。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相反的，因为在美国他们有一个传闻，就是其实大家可能把它称之为像是阴谋论，或是说美国有一个所谓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可能像是光明会啊，或是等等各种的组织，然后在操控这些台面上的文化跟政治的这些人物。那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想要取得外星文明的这些科技，所以他们才跟外星人签了这个协议，说好，你可以绑架我们美国人去做人体研究，但是你要把你们外星科技的技术跟我们交流。那艾森豪总统其实当初他是反对这件事情，他觉得绑架美国人太不道德了，他不允许。可是他一个人的势力终究敌不了这整个深层政府的这个大势力，所以他们就直接让艾森豪总统是背黑锅的。Laura 就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族，而且他后来也开始可以跟外星人心电感应的交流。然后他也说，其实他的曾曾祖父艾森豪总统就算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灵魂也没有真的离开，所以他也还是常常跟他一起在工作。所以后来他就可以从这边去 download 一些星际的讯息，然后或者是跟他的曾曾祖父就是聊聊天。从他的眼里来看，其实我们地球人并不是真的从猿人或者是猩猩演化而来的，我们地球人其实是外星人的基改，然后我们就被放在地球，就很像是一个培养皿，看看我们这一群生物成长茁壮之后，我们的文明程度可以来到哪里。然后我们自己的频率可以来到哪里？其实很多外星人都一直在观察我们地球人是怎么样子成长的。然后呢，他还说到说，其实大概在5500年前呢，地球人对于外星人是非常互相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从外星球来的一个生物，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的金字塔，很多的古文明。甚至我们以前在讲，例如说中国的一些古神话，女娲补天啊，或者是蚩尤啊、皇帝啊这些的，很多天人神人的时刻，都是差不多在5、6千年，就是在那个时代。现在讲起来，他们可能真的就像是外星人一般的存在，他们有太多那样子像外星人才会有的能力。可是后来就完全抹煞了我们其实也是从外星球来的这个记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他就开始细细的数来为什么。于是就变成了2场的演讲。然后呢，第2位讲者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个 Brad Olson。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秘鲁的纳斯卡线，它就是很巨大的图腾，然后再画在土地上面。你可能需要飞到很高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因为它一条线可能就延绵了好几公里，你很难想象在那么久以前的古人他们到底怎么样可以画出那么长那么直的线。这个东西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办法解释。然后呢，中南美洲也有很多古建筑，就像我们现在在研究金字塔一样，还是有很多的秘密无法去理解，他们到底怎么有这么高技术的工艺，可以这样子盖房子跟做那些建筑物。There are different building styles in Peru with the megaliths. You can see how big they are, and then you have Incan architecture.Which does not use any kind of mortar. And then across the alley is Spanish architecture, where they would use mortar and also to put a coating on top. 就是说你能感觉到左边和右边它2种建筑是完全不同的。那左边的这个印加的做出来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是巨石做出来的，但是右边就是西班牙式这种风格的嘛，就是完全2种建筑的风格。This area of South America is on the Ring of Fire, which is very volcanically and earthquake-prone area of the world. 然后它这一块地方正好是在一个就是他刚刚讲 Ring of Fire， 就是火圈，因为全部都是火山爆发，特别就是活跃的这样的一块地带和地理位置。Whenever they have an earthquake, the megaliths pretty much are preserved, but the Incan and also the Spanish architecture crumbles in the earthquake. 然后就是在它每一次一地震的这种地理巨变的时候，这种巨石做成的这种建筑都会完整的保存下来，它们就完全就是完好无损。但是相反的，什么那些印加文明制作的，或者是西班牙式风格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啊、居民楼啊，就坍塌。So maybe they built these megaliths so they would be earthquake proof.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建造这个巨石的这些建筑的人，知道这边会有这个地震，然后它是叫做抗地震的、抗震的。So it seems they were trying to challenge us to say, hey, look, we could do this many, many years ago. Let's see if you can do it. 他就知道我们很卷嘛，就说你看，我们很早前就可以干这种事情了，你看你们瞧瞧看，你们能不能？我们反而是能做到的。当他到中南美洲去旅行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其实中南美洲真的有考古学家挖出了非常多长得像人，可他大概只有这么大的一个骷髅头，甚至有的是可能还有卵在身体里面的，就是各式各样像是小人类或是小型的外星人这样子的骨骸都还在那里的博物馆。可是这个在美国或是在我们亚洲很难看到啊，在我们的故宫里面不可能看到外星人的遗骸啊。可是在中南美洲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然后我们也不会去把它隐藏起来的东西。除了中南美洲以外，他的第二场演讲他就带我们大家去到了南极洲。如果大家上网去找，很多的 YouTuber 其实都有在聊关于南极洲，就是外星人跟地球交流的研究中心的大重镇，各国政府都在那边插旗研究外星的科技。因为南极有一个协定，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不可以在那边有军事发展，但是可以做科学的研究。例如说北欧各国啊，英国、德国也都有，在那边都有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什么呢？外星文明。那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谓他们称之为 visitor 外星人拜访者。Brad Olson 就给我们看了非常多的就是照片，还有一些你用 Google Earth 可以看到的一些资料，就例如说可以从卫星图上面，然后可以看到哦，其实那边研究中心搭了几个帐篷啊，然后这个是研究飞碟的啊，这个是研究例如说外星的 AI 智慧的。哦，在2004年的时候还看得到，可是后来呢就变成一片灰色的了，就被 Google Earth 给抹掉了。然后他就也讲了一些我真的觉得颠覆我三观的事情，例如说其实希特勒没有死，他逃到了阿根廷，然后后来逃到了南极。这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故事吗？所以我后来就是听完 Brad Olson 讲完以后，我还真的上网去查，战后因为战争失败，所以他举枪自尽。可是他宅地里面的随从对于他的死状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口供，而且他自尽之后竟然遗体声称是直接就送到地下室去火化，很怪啊！一个国家元首如果自杀，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最后面没有人真的看过他的遗体，然后后来 FBI 就直接找到了他，其实在阿根廷的饭店里面，然后跟其他人在吃饭，然后那个照片跟研究报告 Brad Olson 那个演讲者都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还有讲到说，其实呢在南极洲那边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飞碟，现在卡在冰里面，没有办法被移走。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一个5公里直径的一个飞碟圆盘，然后就卡在冰里，它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南极，然后各国政府也没有力气去把它拿出来，所以至今还卡在那。然后呢 Brad Olson 还告诉我们他的坐标，我们可以找到它。可是如果你上 Google Earth 看呢，那边是一片灰色的，就是它把它盖掉了，所以其实你看不到。但如果你有能力可以突破重围去到南极的话，你就可以亲眼见证。后来我也把这个影片跟照片拿回来给我们家凤凰看，凤凰也是接收到非常多的讯息，感觉到非常多的能量。好吧，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的话，在我们的会员直播里面有 SNG， 那个时候凤凰还在直播当中，就是传了一段那个卡在冰里面的飞碟的那个舰队的讯息，对，能量之强烈到他都 hold 不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会员频道里面去看直播。好，那刚才讲到的 Laura 还有 Brad 的精彩片段，我都有放到会员的影片里面，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再去看那个演讲，它是有同步中英口译的。那整个活动在美国这个大会大约进行了8天左右呢，就刚好来到了9月22号，是秋分的当天。那秋分那一天呢，我们做了一个秋分的萤火晚会。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时刻，有来自雪士达山的讯息，也有音乐家在上面演奏，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跳舞，然后一起打鼓，然后升起一个萤火，做一个庆典。我必须提醒，
这里的水不一样，它的振动频率已经跟刚才说的彩虹之光桥梁已经接轨。水的资源需要被好好保护，这是学士大现在即将在开启这所有门户当中最需要去面对的。而水的资源里面有更多的能量跟力量，它是非常珍贵。许多人来到这里以为只是纯净的水，但是它是含有非常丰富可以调整人身心灵，并且可以让身心所有身上的印记有所转化的可能性。但是人类是贪婪的，请好好保护它。它不是为了让众所皆知，它是为了让真的懂的、珍惜的，真的是要治愈自己身心的，很呵护般的尊重这块土地的。我仅代表学士大山脉的力量中心，也就是你们眼见的学士大山顶的那一份很净白的能量场，我代表传讯。在秋分的那个萤火晚会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就是这么单纯的唱歌跳舞，跟大笑，或者是跟其他人在歌声当中融合在一起，然后拥抱对方，然后感觉到大家都是一体的，不只是跟家人，而是跟整个环境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就算唱的歌未必是我们熟悉的语言，可是我们的心都连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情感是什么。我觉得秋分就在那个时刻做了一件真的非常魔幻的事情，然后大家都融到那个旋律里面，那个舞蹈里面，那个气氛里面，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很全新的开启，仿佛在秋分的那一天之后，带着一个不一样的学士达的连结，然后回到我们原来生长的地方，把它带回来。那希望借由这个影片，也可以传递一些这样的气氛给荧幕前面的你。If you know this one, please sing. 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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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oo!